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快乐越来越不值钱了？看个剧必须开1.5倍速，一边看还要一边刷手机。一旦一件事不能在5分钟内给你一个结果，你就会极度焦虑。为了治好这种快反馈依赖，我偶然间找到了一件对我来说大概率没有结果的事儿——路亚。Hello， 大家中午好啊。我理发了，然后呢，我好像也找到了一个在业余时间可以做的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儿，至少我现在在培养这个兴趣。前段时间5一劳动节我们休息了5天，这5天我一直都在做那件事情。我目前还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虽然没有什么收获。这件事就是钓鱼，确切的说是路亚，还挺好玩的，一直在甩竿，也没有什么鱼。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水里面有没有鱼，但是即使它没有鱼，我也没钓上来鱼。我每次甩竿甩出去，再把它收回来的这种感觉，我还是觉得挺解压，挺有意思的。我家这个地方有松花江，松花江附近就有很多的这种支流，很多这个流域可以去钓鱼，这也是得天独厚的，这边水资源比较丰富。但是据我所知，好像鱼种类挺多，但是好像并不多，能钓上来鱼，尤其是我这种路亚新手，还是比较难的。我们今天就挑战一下，看看今天到底能不能上鱼。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在水边坐一天，一条鱼没钓到，晚上回来还说今天挺好。我以前真的理解不了，在我的默认设定里，付出了时间就必须有结果，工作要有产出，学习要有成效。如果一趟折腾下来什么也没捞着，那不就是浪费生命吗？我们现在连休息都在赶 KPI， 没在短时间内获得足够的回报，就觉得这趟休息亏了。现在的世界被设计成了一台巨大的自动贩售机，按一下短视频马上逗你笑，滑一下外卖进度条就开始走。其实不是我们没耐心了，而是我们的神经被这些秒级反馈彻底喂刁了。这也是为什么一旦你去干点正事儿，比如学个技能，做个自媒体，只要半个月没看到结果，你就会立刻陷入极度焦虑的恐慌和自我怀疑，因为你太习惯马上得到了。其实钓鱼和刷短视频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多巴胺的盲盒游戏，但路亚有个极其硬核的门槛，它把获得奖励的周期拉得太长了。我看网上都说，在这种桥底下钓好钓一点，我这特意找了一个桥底下，看看能不能钓到吧。我们平时为什么那么容易焦虑？因为快反馈让我们对结果上了瘾，过程对我们来说变成了必须尽快熬过去的阻碍，所以我们要开倍速，要拉进度条。但在水边，你没法按快进。当你抛到第100竿，脑子里那个疯狂叫嚣着“我要马上看到结果”的声音，终于因为等不到反馈而被饿死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你被迫降落到过程本身，你开始感受到鱼线切水的阻力，感受到风的走向，甚至感受到自己的呼吸。也就是那个彻底放弃了这竿有没有用的瞬间，我突然觉得喘上气了。我才明白，真正的控制感不是你多快能拿到一个结果，
而是你终于拥有一种可以心平气和的在一件暂时没有结果的事情上待一会儿的能力。钓了大概3个小时吧，一无所获。看来这地方可能鱼本身就少，下次我换一个地方。我特别想找一个那种不是这种流水，就最好是一个湖或者是水库的地方去钓一下，可能体验能更好一些。感觉这种流水里面钓到鱼的概率并不大，尤其是这种食肉的鱼类，可能在这种流水里面相对都比较聪明吧，而且这个水域也比较开阔，想找到鱼的这个概率也比较低一些。我觉得这个水里面一定是有鱼的，但是我技术不好，也不知道怎么去找钓点，所以可能我在这儿甩一辈子，可能都上不来几条鱼。东西还是讲究一定技巧的。我觉得钓鱼这件事儿对我来说有了一个新的意义。我之前去过很多地方，无论是开车自驾也好，还有骑自行车骑行也好，我去过很多地方。我也还想去更多的地方，但是好像去这些地方之前给我的感觉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也就是走马观花的看一看，吃一吃当地的美食，其他就没什么了。但好像钓鱼路亚这件事对于我来说，一下子就把一个行程赋予了一个新的目标和目的，可能是让我解锁更多的鱼啊，也可能是让我了解一下当地这片水域的情况啊。总之，我就能更多的融入到我将要到达，或者说我旅途当中路程上的这一部分。成年人的世界确实需要很多有用的结果，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有一小片的时间用来做一件没有产出的事儿。拿着路亚竿在水边的这几个小时，我什么也没得到，这好像是一件极度无用的事儿，但它却给了我一个正当的理由，让我从不断向前的惯性里彻底停下来。如果你最近也觉得特别累、特别急，去试着做一件必定很慢的事儿吧，去找一片不需要立刻证明自己的水域，把你自己慢慢捞回来。